哇，压迫感十足啊，各位。没有说那么好照的哦，可以顺便洗个轮胎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赖同学。你曾亲眼看过瀑布吗？那你看过最壮观的瀑布又是在哪呢？今天我将骑车去到位在嘉义瑞丰村的主坑溪步道，一窥这步道中壮观的山谷与雄伟的瀑布。这次从云林古坑一路前往嘉义梅山的瑞丰村，不过因为一开始没看导航，所以不小心绕了点远路。绕了一大圈，才从瑞水公路接往泰兴村，往瑞丰的方向前进。但好家在路都还是相连的不然可能就要临时更改了行程。进入泰兴村后，会走入一条山间小路，大部分路况都还算不错，大小也足以汽车会车，但部分路段有泥沙落石在路旁，经过的时候呢，需要减速，小心慢行。那在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从小路出来便会接到162甲的瑞中产业道路，再走一小段就会抵达主坑溪步道的西侧路口。哇，看到这个峡谷，也不算峡谷，这个河溪流河流。哇，不错呢！这不拍一张，对不起。哇，这很可以。Beautiful， 赞哦！哇，nice， 哦，现在应该就沿着这条再继续走，差不多在10分钟应该就会到了。OK， 坑溪步道，哎呦，没有说那么好照的哦。可以顺便洗个轮胎哦。Hello， 哇，一群了哎。好了，又过一下了。哎呦，各位好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哇，瞬间消失哎，超扯！我刚才转弯过来，全都是猴子啊！看等下次会不会再遇到。是有车。看一下其他好。这里都停满了，所以那边没位置哦。
坑溪240，龙宫瀑布1670。哦，哎呦，也是要走一小段哦。所以它也不是说离停车场一到就到的一个景点，你也是要往里面走一段才有办法到。哦，那就继续走。竹坑溪，现在的休息区，然后一直走10号桥、北鹰瀑布，哦，然后龙宫瀑布是要弯进去，哦，要弯进去，然后最后可以走到这里。OK， 先预计是走到龙宫就好。有看到龙宫瀑布，就再看有没有往后走吧，看时间。OK， 先慢慢走。哦，有条小路，不知道走去哪，还是不要乱走啊。哦，停下来，然后又看到这个，所以这路到底可不可以走？这路到底可不可以走？没写啊。等一下回来的时候走看看，因为我感觉它是跟我刚才看到那个是相连，对吧？然后它有打开，应该是可以走吗？不确定，等一下走就知道了。希望是可以通过去，这样你就不用再爬上去，再爬下来这样。哇，那边也有一个瀑布，哇，上面这样流下来，哇！抵达竹坑溪步道的10号桥，往左一看，便能看到近在眼前的雷音瀑布。虽然龙宫瀑布可能比较多人知道，也比较有名气，但雷音瀑布的壮观程度与龙宫瀑布相比，也丝毫不逊色啊！瀑布宣泄所发出的激烈水声，宛如雷鸣，更加展现出它的磅礴气势。哇，这座桥应该是最厉害的。走过
在那边那一座桥拍这里，偷摸一下。哇，这个真的不建议太高的人来，怕会撞到头。哇，这很窄哦，太胖的也不能来啊。哎，通过了。哇，这里是这个步道是有身材考验，是不是？闪来闪去的。哇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到了，我看，超屌！哇，直接贴着哎，我这样就摸到了。哦，哇，压迫感十足啊，各位！Holy shit，超屌！那从那边一路走过来，哇，超壮观的！那这样走第一次去到龙宫瀑布，发现可以这么近的接触到瀑布，是我没想到的。而穿越过瀑布的时候，心中总会莫名涌起一股兴奋感，就好像要步入一个未知秘境的感觉。而抵达另一边后，便能够用不同的角度看到龙宫瀑布不一样的景色，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整个瀑布王国的全貌。那也推荐大家可以简单带个语句去体验看看穿越瀑布的感觉。走出来了，来啦 ！OK， 那接下来就是转过来，接下来可能就是出去看往哪走，随便走这样，还不错。这里感觉走的难度不高啦，没什么爬啦，爬坡算很少，一小段而已。所以，如果是平常有运动习惯的，走应该是蛮轻松的。没有运动习惯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，就是慢慢走，应该也是还好。我觉得
这步道算很亲民的，对啊，难度不高啦，没问题的。大家想来，完全是没问题，没有什么太难到达的问题啊。哇，这一段的景应该是最漂亮的。对啊，可以拍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就是这个建筑拍过去的那个感觉很好。对啊，藏在这个岩壁里面，然后整个峡谷这样下来，哇，这个拍照这个点位拍照我觉得蛮棒的。然后可能有人可以站在那边，这样。然后也可以拍到对面，就是有一座桥，对啊，拍起来效果应该是很不错。所以进去和出来，你看到的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对啊。所以你可能进去，可能哪些点会停，但你出来你会停拍照的点，可能又会不一样，对。像我进去我就没看到这个点。哇，那我出来，从这边一走过来，看到这，干，超屌！我就觉得这个 view 超赞，然后整个峡谷的那种氛围感，哇，直接就出来了，哦，超棒，真的。这边，如果你进去，你应该是会从这边走下来，然后你会看到这有一个岔路，这边是去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整个龙宫瀑布，这边下去，然后这边是直接走去那个龙宫瀑布那里面，就是它直接到最近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先这边，然后远的拍，这边看完，然后上来，再走这边进去，也是可以，或者是你出来再去再回来也可以啊。这边很短啊，下去差不多1分钟就到了，对啊。所以如果你是要去看龙宫瀑布，对，这边是远看，这边是近看，对，主要是这样。对啊，你可以自己选择，看你要先去还是回来的时候再去这里。对啊，啊这边就看个人，你不要去也没关系。但这边拍的看的也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像都到这了，也是可以去走一下。啊，这里也有，不错。我现在要回去了，慢慢走回去。对啊，回去应该也不会太久了。走到这边，我感觉一下子而已。哎，那就往回走。哎呦，到了！我刚才看的那一条路，一条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法走。探险。我来看这条到底会不会通过去呀？有比较喜欢走这种的，这种走起来还是比较冒险一点。对，所以它真的是有开辟。哇，是个，那就比较小条，这应该是比较早期的路吧。哎，走这条没什么爬坡。对啊，你看通出去了，
才不要爬那个楼梯嘞。只是这里下雨天可能就比较注意。对啊，你看接出来。对啊，没错。各位，如果天气好，晴天走这，我觉得比较感觉你融入在那个大自然里啊，就不会走的。而且这个还要爬上去，爬上去再下去，所以这个走会比较累一点。但是，对啊，就是比较累一点，可能比较安全吧。对啊，但我一定是会选择走我刚才走的那个走起来也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只是它好像没有特别标记，所以人家可能就不太会想到要去走那一条。哇，所以冒险成功，探险探路啊，帮大家探个路，对啊，以后如果有来这，可以走那一条。只是下雨天我就觉得不要了，因为那个毕竟有那个泥沙，会比较滑。如果是像这种天气去走就还不错。对啊，所以视天气情况可以去决定你要走哪一条。走出来的各位，蛮快的，我觉得蛮快的。现在走，我顺便进去，然后观景台下去之后，现在好像这里它现在封起来，就是往89、76是在这里它拉绳封起来，所以现在只能走到龙宫。对，这边不行。对，如果有来的话，哇，很快的。看一下就到了，回来了，有安逸哦。好。成功。去完了竹坑西步道和龙宫瀑布后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啊！也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这边走走。虽然要抵达这里可能不是那么容易，但当你走进步道里头，看到那壮阔的山谷和瀑布，你一定会觉得花这么一段时间来到这里真的很值得。能够一次看到雷音瀑布和龙宫瀑布这两个雄伟壮丽的瀑布，那种震撼的感觉真的会让人印象深刻。如果你也喜欢大自然，喜欢探索山林秘境，这里绝对是一个不会让你失望的地方。